事情的爆点出现在8月28日傍晚，一个21岁靠骑摩托车载客和送餐谋生的小伙子阿凡，路过雅加达独立广场时，突然被一辆警用装甲车撞上。监控画面里清清楚楚，车不仅没停，反而直接从他身上碾过去。视频上传社交媒体后，瞬间点燃了全国的怒火。要知道，就在3天前，国会才通过一项让人瞠目的福利法案，580名议员每人每月能多拿5000万印尼盾的住房补贴，折合大约 9.5 万新台币。而雅加达普通工人的月薪是多少？大约1万新台币左右。一个是拼命跑摩托的小伙子，一个月收入只能勉强糊口；另一个是议员，凭空就能多领10倍于普通人的薪水。两者一对比，底层的愤怒一下子找到了出口。那辆装甲车就成了压倒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世界银行在2024年的预测里写得很清楚，2024到2026年之间，印尼的 GDP 每年大约能维持 5.1% 的增长。这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环境下，其实算得上不错。可现实问题是，数字好看，生活却越来越难。今年1月，印尼刚加入金砖组织，立刻获得了不少甜头，人民币结算的试点雅万高铁2期的基建投资。结果美国马上出手，冻结了原本承诺的30亿美元气候援助，世界银行也同时放缓对印尼的贷款。换句话说，印尼被迫站队，还被断供。这种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叠加，就把社会的焦躁感推到了临界点。雅加达的贫民窟里，儿童营养不良率已经升到 12%。与此同时，印尼最富有的 1% 人口掌握了全国 33% 的财富，而底层 50% 的人才分到 6%。这样悬殊的差距，光看数字就能想象出愤怒。顶层少数人开名车、住豪宅、出入高档商场，底层年轻人拼命跑摩托车、送外卖，一个月赚个1万新台币还要精打细算。当政府议员却给自己加薪，每月多领 9.5 万新台币的住房补贴，这就是赤裸裸的火上浇油。印尼明明坐拥全球 60% 的镍资源，按理说新能源时代应该是它的金矿时刻，但现实却是另一套剧本。更讽刺的是，印尼的镍产品有 40% 出口到中国，美国的算盘就是通过关税把印尼逼到亲美阵营。可印尼偏不想只当挖矿国，他们坚持和中国合作，要搞完整的产业链，从采矿、冶炼到电池生产都要有话语权。中国企业愿意投资技术，但美国资本也盯上了，透过黑石等基金企图收购中资镍企股权，从背后掌控。更糟糕的是，为了换取美国暂缓关税，印尼还被迫签署全面市场开放协议，同意让美国牛肉、大豆等农产品零关税进入印尼市场。结果就是找挖岛农民发现，美国进口牛肉居然比本地牛肉便宜1半，稻田被迫改种饲料作物，传统粮食作物的生存空间被压缩。民众一边失业，一边还要吃进口肉，这怎么可能不愤怒？妥协还是镇压？局势失控后，总统普拉博沃一度显得骑虎难下。街头抗议越来越大，军方装甲车都被人点火焚烧，如果不做点动作，很可能直接走向全国性动乱。他选择了3招。第一招，对内妥协。普拉博沃紧急宣布削减议员津贴 30%， 成立独立调查小组，彻查警察滥用职权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承诺将最低工资提高 10.5%。 这听起来像是松口了，但问题是，议员们原本多拿的那笔住房补贴，一个月是 9.5 万新台币，削减30%也还是有 6.5 万。而普通工人的月薪就算涨 10.5%， 从1万新台币涨到 1.1 万新台币，差距依旧天壤之别。街头横幅一句话写得直白，我们不要面包屑，要整个蛋糕。第二招，
对外博弈。普拉博沃表态，印尼仍会推进雅万高铁2期等合作项目，同时他加速与俄罗斯、印度等金砖国家的能源合作，目的很明确，分散美元风险。第三招，舆论反击。政府透过国有电视台曝光美国 NGO 的资金链，直指外部势力用美元收买印尼青年。泗水的示威人群里，甚至出现了手写横幅，警惕新殖民主义。说到底，印尼的暴乱并不是单纯的议员贪腐或一次车祸，它是全球资源争夺战的缩影。美国试图用关税和资本收购来控制镍矿，中国则希望通过完整产业链合作来扩大影响力。而夹在中间的是 2.8 亿人口，他们既是产业转移的廉价劳动力，也是动乱中的最大受害者。抗议人群的标语很扎眼，我们不要美国的民主，也不要中国的施舍，我们要自己的未来。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1965年的血色教训仍然摆在眼前。当底层的怒火被外部势力点燃，任何政治精英都可能成为牺牲品。普拉博沃政府要如何在夹缝中求生，是这场风暴的真正考题。会演变成排华吗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这次抗议和华人有关系吗？答案很明确，没有。真正的矛头是对政府加税，对议员加津贴，对生活成本飙升的不满。但问题来了，历史告诉我们，华人往往会在这种场景下被推到风口浪尖，成了替罪羊。你只要想想，历次海外排华，有哪一次真的是华人引起的？往往都是因为当地社会矛盾积累已久，最后一旦爆发，总有人要承担那个出口的角色。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，本质是黑人和白人矛盾，但最后受冲击最严重的却是亚裔商铺。印尼更不用说，1965年、1998年，排华悲剧都发生过。现在是2025年，已经过去20多年。有人以为历史不会重演，但你能保证吗？尤其是经济下行，贫富差距拉大，政府还在自肥的时候，社会的怒火往往最容易转移到少数群体身上。雅加达的华人社区很庞大，商铺、超市、工厂随处可见。在这波抗议里，已经有传言说有人在教唆去打劫商场，个别极端分子点名要攻击华人店铺。虽然目前规模还有限，但苗头已经让人心惊。有人总结得很直白，这次不是针对华人，但华人可能会被殃及。东南亚社会的矛盾往往带着一种周期性，经济绷不住，贫富差距过大，政府失去公信力就会爆一次。1965年是这样，1998年也是这样。有人甚至说，东南亚的排华像是一种宿命性的循环。今年刚好是1998年暴乱27周年，在集体记忆里，这个时间点本身就带着某种心理暗示。普通华人能做的，不是幻想别人会保护自己，而是未雨绸缪，能避则避，能转移就转移。抗议不仅是街头的火光，也波及到了资本市场。上周五，印尼股指下跌 1.5%， 是全球主要股市里跌幅最大的。泰国股市同一天也跌了 1.1%， 东南亚两大新兴市场一起遭殃。其实就在8月份，印尼股市还吸引了 6.76 亿美元，大约2160亿新台币的外资流入，而泰国同期却流出了 6.7 亿美元。结果这场暴乱以来，外资信心立刻动摇。分析师说得很冷血，政治风险上升，市场风险溢价也要抬高。简单说，就是同样的投资，你得付出更多成本，拿到更少回报。这就是动荡的代价。深层逻辑一：产业转移的机遇与陷阱。很多人只看到印尼街头的混乱，却没意识到背后其实是全球产业链重排的余震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
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东南亚人口还在快速增长，尤其是印尼 2.8 亿人口里有一半不到30岁，这是全球少见的年轻化市场。教育水平提升，劳动力成本又低，自然成了跨国企业眼里的理想搬迁地。近几年，越来越多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的工厂迁往印尼，纺织、鞋服、家电、汽车组装线全都来了。对印尼来说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。但问题是，产业转移带来的红利并没有平均落到所有人身上。跨国公司进来，工资确实比本地传统产业高，但和物价比起来仍捉襟见肘。雅加达的房租、水电、油价一路飙升，工厂工人拿着1万新台币的工资，最后大部分都花在吃喝住行上，几乎存不下钱。这就是双刃剑效应，产业升级的同时，也制造了更尖锐的贫富分化。年轻人看到跨国公司高层开豪车住别墅，自己却在贫民窟挤一张床，落差感越来越大。深层逻辑2：资源争夺的残酷。印尼的镍矿就是这场全球角力的定时炸弹。镍是电动车电池的核心材料，新能源产业绕不开。印尼拥有全球 60% 的储量，照理说应该躺着赚钱，可现实却是另一回事。美国用关税打压，逼迫印尼接受附加条件，中国则想通过投资和技术合作，把镍产业链牢牢扎在印尼。印尼政府不愿再做殖民地矿场，他们尝试制定出口禁令，不允许只出口原矿，而是要求必须在本地建冶炼厂、建电池工厂。这种政策虽然保护了本地就业，但也引来更大的国际博弈。比如，美国通过资本运作，试图间接收购中资镍企股份；中国公司则加快在苏拉威西岛、摩鹿加群岛投资，建立冶炼园区。这些利益争夺都让印尼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。你说街头的年轻人懂不懂镍矿？未必，但他们的愤怒正好被这场角力利用和放大。深层逻辑3：地缘博弈的压力。从更大的棋局看，亚洲是全球最脆弱的地带之一。俄乌冲突、巴以战事逐渐进入尾声后，资本和战略的重心正在东移，而东南亚就是关键突破口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海上航道的必经之路。马六甲海峡每天有全球 40% 的贸易货运量经过。谁控制了东南亚，谁就能在能源和贸易链上卡住世界的脖子。所以东南亚的每一次社会动荡都不仅仅是本地问题，而是牵动全球产业链和资本市场的蝴蝶效应。美国需要这里的资源和航道，中国需要这里的产业合作和市场，本地政府则想借机抬身价。多方角力下，一点小火星就能烧成满天火光。回到印尼，三股力量的交汇。所以当我们再看雅加达街头的抗议时，你会发现3条线在交汇：内部结构失衡，贫富差距扩大，官僚自肥，青年失业。资源争夺加剧，镍矿、稀土成了大国角力的筹码。地缘博弈升温，东南亚是全球在平衡的薄弱环节。这3者合在一起，就构成了印尼暴乱的深层逻辑。装甲车事件，议员加薪，只是点燃火山口的那根导火线。未来可能的走向，印尼接下来会怎么走？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。表面上看，有3条路。第一条，改革。普拉博沃已经尝试释放一些善意，比如削减议员津贴、提高最低工资、成立调查组。如果这些措施能持续下去，逐渐改善分配不公，控制物价，提高治理透明度，也许能逐渐把火压下来。但问题是，印尼的政治生态
早已形成门阀化，寡头、军方、官僚三股势力彼此牵制，任何涉及利益的改革都极难推进。就算削减议员津贴，最后也可能被官僚层层稀释，变成一纸空文。改革之路听起来光明，走起来却寸步难行。第二条，镇压。这在印尼并不陌生。1998年的暴乱，最后就是靠军队进城强行镇压才收场。如今，雅加达已经出现坦克和装甲车，政府也下令封禁 TikTok、Facebook 等社交平台的直播。迹象很明显，他们已经在为清场做准备。如果暴力镇压上演，短期内可能会恢复秩序，但代价是巨大的。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年轻人心中的仇恨，会像火种一样埋在社会底层，随时可能再次爆发。第三条，乱局。最危险的一条就是陷入长期混乱，抗议持续升级，外部势力趁机介入，本地政治精英互相攻讦，最终导致国家治理陷入瘫痪。印尼人口众多，岛屿分散，一旦中央失去控制，很可能演变成区域性的骚乱，甚至分裂。有人担心，这会不会是东南亚版的阿拉伯之春？如果经济困境得不到缓解，社会矛盾继续恶化，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。无论印尼怎么选，都离不开大国的注视。如果改革成功，中国和金砖国家将加大投资，把印尼当成供应链核心节点。美国则会担心印尼彻底倒向东方。如果镇压收场，短期内稳定，但西方舆论一定会批评民主倒退，可能触发新一轮制裁。如果乱局爆发，那就是全球投资者最怕的场景。印尼股市会被抛售，外资撤离，马六甲航道的安全也将被放大成国际议题。换句话说，印尼未来的每一步都会被放大成区域甚至全球的风向标。普拉博沃上任才10个月，就遇上了这种考验。有人说他是政坛老狐狸，拉拢底层，团结军队，收买议员3板斧完的溜。但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对手也不会做事。反对党已经借机炒作，把国会加薪的锅扣在他头上，甚至有媒体点名说这是他精心布置的陷阱。这让普拉博沃陷入两难：改革得罪既得利益集团，镇压又会失去民心，维持现状则风险随时可能失控。这就是印尼的真实处境，看似 GDP 在增长，但内部结构脆弱，外部博弈复杂，每一个选择都像踩在钢丝上。很多台湾人可能觉得印尼的动荡离自己很远，但实际上台商和台湾本地经济跟印尼绑得很紧。过去10几年，大量台商把纺织、鞋业、电子零部件厂搬去印尼，因为劳动力便宜。现在雅加达一乱，工厂停工，订单延误，损失直接算在台商账上。更现实的是，印尼有超过20万名台湾移工，他们主要在制造业和渔业。一旦局势恶化，这些移工就是第一批受到冲击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印尼镍资源关系到整个新能源产业链，而台湾的电动车零部件、储能电池企业也间接受制于这个供应链。一旦印尼镍供应中断，全球电动车产业链都会抖三抖。所以别以为印尼暴乱只是他们的事，实际上对台湾也可能是供应链风险的提前警告。印尼不是唯一，泰国的政治动荡，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摩擦，马来西亚的财政赤字，全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：东南亚虽然被视为新兴市场的明日之星，但内部脆弱性极强。一个国家暴乱，隔壁就会有人想，是不是可以趁机发声？是不是也可以用街头的方式要求更多资源？就像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，从突尼斯蔓延到整个中东。印尼的这场骚乱也可能成为东南亚的风向标。如果东南亚同时出现几个不稳定点，整个区域的吸引力就会大幅下降。
跨国资本要么转向印度，要么回流墨西哥、东欧、东南亚的红利时代可能提前结束。对全球投资者来说，印尼这场动荡是一记闷棍。本来很多基金把东南亚看作下一个中国，估值低，人口红利足，市场潜力大。就在8月份，外资还往印尼股市砸了2160亿新台币。结果短短几天，股市暴跌，资金出逃，政治风险被放大。这说明一个事实：再好的增长率，再漂亮的市场故事，如果缺乏稳定的政治和公平的分配，随时可能化为泡影。对比之下，印度虽然有官僚复杂的问题，但至少治理比较稳固。墨西哥虽然治安糟糕，但靠近美国，供应链位置不可替代。东南亚的最大劣势就是看似潜力巨大，但随时可能爆雷。所以印尼暴乱不是偶发事件，而是一个信号，全球产业链在转移的过程中，东南亚并不一定能顺利接盘，反而可能被压垮。想象一下，一边是跨国资本推着产业进来，一边是底层民众生活越来越难受，中间还有大国博弈的推力。这样的三重压力，如果没有稳健的治理，就像在堆积火药桶。今天是雅加达，明天可能是曼谷、金边，甚至胡志明市。而对全球来说，印尼的乱局不仅会影响到镍矿、电动车，还会波及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和航运安全。马六甲海峡一旦不稳，全世界都会被迫买单。印尼的街头在燃烧，青年在呐喊，议会在权衡，大国在博弈。这一幕不是孤立的，它浓缩了全球化转折期最真实的矛盾。产业转移带来了机会，却也制造了落差。资源丰富是一种财富，同时也是危险。地缘位置优越，意味着随时可能成为棋盘。对印尼来说，这场暴乱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底层的不满，照出了寡头的贪婪，也照出了外部势力的影子。对东南亚来说，这是一次预演。它告诉所有人，高速增长的数据背后，社会能不能承受这种撕裂，才是真正的考题。对全球来说，这是一个警告，在一个脆弱的节点上，哪怕是一辆装甲车，一次津贴加薪，都可能成为引爆点，把整个区域推入风暴。在雅加达街头的标语里，有一句话很刺眼：我们不要美国的民主，也不要中国的施舍，我们要自己的未来。这句话或许很天真，但也很真实。因为在夹缝中生存的国家，最怕的不是没有选择，而是所有选择都要付出沉重代价。印尼站在火山口上，它的每一步都像在刀锋上行走。未来会不会重演1965年、1998年的悲剧？没人能打包票。唯一确定的是，当社会的愤怒遇上全球的博弈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。也许几十年后，人们再回头看2025年的印尼，会说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暴乱，而是世界格局转折前的一个警示。关注我，我识才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